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最近台湾在国际外交的能见度非常的高哦，因为在我们台湾内部的一个新闻里面，常有很多外国的一些政要不管现任的、卸任的有机会到台湾来做一些参访。看起来台湾在国际地位的确瞬间提升许多，当然也面临到许多的挑战哦。那美中的关系，大家研判的部分也是说，看起来都还持续在对抗当中哦。但美国跟中国有大家想象中关系这么样的糟糕吗？然后甚至是不可回复吗？因为有人开始在提到说，美国跟中国为了要减少彼此之间的歧见减少这些摩擦，因为没有人想看见战争，是不是他们应该签署第4份的公报？当然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在各国，一定都有这种贵人民币的，有一些可能为自己的价值捍卫者哦。这到底第4公报会怎么走？有可能吗？我们今天就邀请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来继续帮我们解析。明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刚刚提到，有人当然会很乐观的觉得说，如果这个减少美中之间的纷争，因为毕竟老实讲，美中如果一旦发生了，尤其特别热战军事上的冲突，我相信也不多人乐意想看到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大家就会说，所以要赶快化解歧见，透过签署第4份的公报，可能可以减少许多的这些纷争进而化解彼此之间的这些互相不信任的敌意。这部分老师你怎么看？真的第4份公告能解决这问题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说吧，也一直有人在想的是，中共也特别在想这个事情，所以他们经过了多年努力，到现在为止没有成功。那为什么这个话题最近又提起呢？简单说就是12月2号，就这个月初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个团体呢，叫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顾名思义呢，你就晓得怎么回事。那么他们有个年度参会，这参会呢，请了季辛吉跟瑞孝俭呢来讲话。季辛吉大家都知道了，瑞孝俭呢是曾经的美国驻中共的大使，好，那么跟季辛吉也是很好的朋友。那双方在那边谈话了。那瑞孝俭说什么呢？瑞孝俭说，回顾过去这个美国跟苏联之间关系呢，不是冷战吗？冷战这么长时间当中呢，最危险的时刻呢，就古巴飞弹事件。那因为苏联在古巴摆飞弹呢，都威胁到美国，所以花了好大力气把它解决了。他现在呢，这个台海情况呢，有点像是一个古巴危机，问题是反向的古巴危机。什么叫反向的古巴危机？大家没有仔细想的话，我那天想了一下。意思就是说，原来的古巴飞弹事件是苏联挑起来跟美国制造麻烦。瑞孝俭这样说呢，反向古巴危机就是美国挑起事件让中共觉得麻烦。这话不是很怪吗？我们等会儿再说了。他说，因为看见这么一个古巴飞弹事件的这个在台海这边情景要出现了，所以他呼吁说，美中双方要透过有技巧的外交处理这个非常危险的问题。当务之急是恢复中国对美国一中政策的信心。这话又怪了。是。那难道中共不要努力让美国恢复对中共的这个台海政策信心吗？你不是答应说要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吗？怎么现在这些人讲话都跟中共一样，而不是跟美国人一样呢？是不是很奇怪吗？好，这是瑞孝俭。季辛吉说，我们美国讲了多年的一中政策，然后中共讲这么多年的一中原则，现在看起来双方呢，好像都这话呢讲久之后有点腐烂，然后有点模糊了，好像不管原则也好，政策也好，都失去它的原味。然后不如搞一个双方都能够重新接受的一个中国的概念，那说不定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他说，双方呢，中美双方要通过讨论，维持一个有意义的一中概念，然后中美领导人应该私下讨论他们打算怎么样去共存。那这个事情也是很奇怪，我记得我在一个场合曾经讲过，我说季辛吉呢一辈子在搞和解。因为他的当初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和解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怎么等等，然后和解了变成他的这个政治生涯当中一个就看起来最亮眼的部分。
他跟中共去搞和解，然后平衡了苏联的压力；他跟北约去搞和解，然后美国退出越战。可大家再往下看呢，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简单说就是，他跟这个中共搞了和解，是略减轻了苏联的压力，但苏联呢最后呢还一直在那里啊，然后也没有减轻对美国压力太多。另外一点就是，原来希望说帮忙这个美国退出越战，结果中共并没有帮忙，美国最后退出越战，那灰头土脸了。所以这事情呢非常奇怪。然后呢，跟北越搞和解呢，就把南越给丢掉了。所以金吉什么地方可以说上成功呢？他现在又说，哎，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有人就呼应金吉说啊，这么一来呢，看起来那么这个美中第四公报呢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出来了，要搞一个双方都可以认可的一中概念。那我想问的问题是，美中有3份公报了，有这个上海公报啊。有建交公报，有817公报，你现在要这第4份公报来干什么呢？所以我有点看不懂。是，当然回到刚刚老师所提到美中的3份公报，那当然现在在谈第4份到底有没有可能？但大家可能先回头好奇，老师念的这3份公报到底当时定了目的，就像你讲的1份能解决，干嘛后来又再补、也至于我们现在还要再可能补第4份的部分，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所定的这3份公报呢？3份公报，第一个我刚讲，一个是上海公报嘛，一个是79年的建交公报嘛，一个就82年的这817公报，就是这限制对台军售的公报，所以3份公报。我先谈上海公报吧。简单说，美国当时觉得处境很困难。第一呢，他在越战里面打了这么几年呢，打到这个财政枯竭，然后社会对立，然后政治上面又开始动乱，所以他原来希望说跟中共谈，因为他认为说越南的背后，北越的背后就是中共。所以他认为说中共能支撑北越打仗，所以中共不支撑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很体面的、很光荣的结束越战。好，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理由呢，那也非常大。美国跟苏联呢进行军备竞赛，刚刚不讲到古巴飞弹事件吗？古巴飞弹事件爆发于1962年。1962年呢，苏联灰溜溜的退去之后呢，就觉得很没面子，回去励精图治。就开始大力建军啊，建两种军队，第一是核子武力，第二建海军，后来都相当成功，成功到就是对美国形成了威胁，数量上当然不及美国，但是美国心理上觉得受不了，所以美国觉得说，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去平衡这个苏联的压力。那么当然美国后来就找到个机会了，因为那个时候苏联跟中共关系不好嘛。在前面有了理论的冲突，1963、1964年有理论冲突，但是美国不太相信，美国老是怀疑说这2个家伙呢唱双簧骗我，搞到68、69年双方骂战越来越激烈，美国慢慢有感觉了，然后69年呢，中共跟苏联又发生边界冲突，3月份呢有珍宝岛冲突，然后8月份呢有新疆的铁列克里冲突，所以美国觉得说啊，我可以见缝插针。所以我可以拉拢中共，然后来平衡苏联的压力。另外，简单说，就从国际关系逻辑来看，我帮苏联在边边制造一个可信的敌人，苏联就要分心去对付中共，那么就不能全心全意对付我啊。那这是减轻我负担的一个办法。第二办法就是我又可以制造中苏之间的矛盾，然后使他们将来不再团结起来对付我。所以美国觉得这是一石多鸟的设计。当然，另外还有一个设想，就是美国一直想说，我一直讲，我说美国很多人呢对中国有一种神秘的好感。我们上次不是讲过这个事情吗？很奇怪，就是美国人的中国通呢，他们对中国有神秘好感，所以大家都希望说啊，如果那个我心目中的那个过去那个中国再现于今日的话，那多好啊！可今天是个共产中国，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希望想办法让它民主化。怎么让民主化呢？尼克森在选上总统以前就讲过这件事情。他说：“我们不能让中国的10亿人呢生活在愤怒的孤立当中。”那为什么？因为他也排斥在这个联合国以外。他因为韩战的关系被我们美国封锁了，然后又进不了联合国。所以，如果说我们跟他交流，把他拉进国际社会里面来，然后解除这种孤立的话呢，他慢慢跟我们交流交往的话，说不定我们可以和平演变他。所以，这是他一个长期的目标。那么，这是美国的想法。中共想法是说，
中苏边界有这么大的军队在那边压迫我，几十万大军，搞了50万大军，还这么多飞弹等等，所以我战略压力非常大。好，那这个东西我得想办法对付。第二呢，刚刚不是讲说我有韩战以后呢，中共就被这个孤立了嘛，就被制裁了嘛，所以都没有进到联合国。让台湾在联合国里面代表全中国耀武扬威啊，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中共中国认为说，只要我跟美国改善关系，说不定我可以进联合国，然后可以进入国际社会。然后这是第二个想法。第三个想法就是，韩战之后呢，我跟美国呢，毕竟是处在一个战争状态，双方关系是敌对的。那如果说我跟世界第一强国能够改善关系的话，毕竟对我来说呢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无论如何，我希望改善跟美国的关系。你看现在北韩跟这个美国处得很糟糕，对不对？其实北韩一心一意想要改善跟美国的关系，因为跟世界第一强国为敌啊，请各位想想啊，无论如何不是好日子。我们跟中共处得这么不愉快，大家都觉得很难受了。大家觉得说，如果我们跟美国对抗的话，会不会更难受？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中共这么大呢，他都觉得受不了，所以他改善对美国关系。好，这第三个想法。第四个想法呢，196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大陆呢，非常落后，落后到大家一般很难想象的地步。为什么？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失败了嘛，彻底失败了。所以他想说，如果我跟美国改善关系的话，我可以从美国那边第一得到军事的技术，甚至得到一些军事援助来对抗苏联。第二，我科技呢跟美国交流，我可以得到提升。第三呢，跟美国做生意，我的经济呢可以提升。第四呢，跟美国交流，我学术可以提升。所以简单说，我的好处非常多啊，光是跟美国交流这么多好处。当然还有一个最大好处是，如果我跟美国改善关系的话，或许可以削弱美国跟台湾的关系，甚至削弱台湾的国际地位。中共当时还没那么想到说那么快就能进联合国，他们说他们自己都承认，比他预想早了至少1年，也就是他认为最快1972年可以进去。为什么？尼克森到美国访问之后，他才可以进到联合国，他是这样想的，他都不一定有把握。结果1971年就进去了。所以你现在看看，就是从事后看起来呢，美国所得比较少。第一呢，越战呢，他搞了灰头土脸，那出来之后呢，形象非常难看。一直到后来，再过10几年呢，打一个小国家呢，那个形象才慢慢改善过来。好，第二呢，就是中苏的关系呢是恶化了，但是呢，苏联的压力对美国压力还是蛮大的。苏联虽然后来签了这个第一阶段的限武协定，但是跟美国关系依然非常紧张。70年代呢，他还继续搞了什么全球海军大演习啦，然后再扩建的核子武器了，所以美国还是受不了。那你说中共有帮忙吗？是短期之内帮一下忙，但你看见呢，在那后来10年当中呢，中共倒来倒去，一下倒向苏联这边，一下倒向美国这边，一下倒向苏联这边，一下倒向美国这边。所以对美国来说呢，中共不是一个很可靠的朋友。所以凭这个最后这个持平来看呢，第一个阶段的这个公报，就美中之间关系正常化，美国所得甚少，中共所得甚多。所以算来算去，我不觉得说美国签的公报对他有太大好处。是哦，这当然在第一份公报，老师刚刚谈着就会较为清楚。但第二份公报不知道是不是延续刚刚提到，可能就是有点错乱，没有清楚，没有头绪。最后1979就定了建交的公报。那这份公报，美国有因此得到比较多吗？恐怕更少一点点。这讲起来真是很奇怪的。第一份公报呢，不是就这样签下来了吗？签下之后呢，当这个中共就问说，那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关系正常化了，不敌对了。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建交？什么时候建交？美国说可以建交啊，什么的就讲。那中共说建交3个条件。美国是什么条件？第一，断交，你跟台湾断交；第二，跟台湾废约，废这个中美协防协定；第三呢，撤军，把你在台湾的这个美军顾问团呢撤出来。3个条件。所以条件非常苛刻。那既然这么苛刻条件，那尼克森跟基奇说，那就不急吧，等到第2任我们看怎么再说好了。那反正这个现在是，我要东西已经拿到了嘛，我不再往下走了，没什么特别需要。好，那拖了这下任呢是福特呢也竞选连任也没有成功，就拖到卡
卡特呢干了第一任，那也还没有条件跟中共建交。好了，第一任快结束了。卡特的第一任，大家回去翻翻看这个历史哈，他的内政、经济、外交搞得一塌糊涂，把盟邦呢搞垮了几个，然后这个经济一塌糊涂，赤字不断的上升，什么等等，最后呢这外交一败涂地，搞了那伊朗门的事件，所以搞得一塌糊涂。结果呢，他更可怕就是内政外交一无可取情况下，他说：“我想竞选连任。”所以连他的幕僚都吓大跳说：“你这什么竞选连任呢？我们拿什么东西去说服老百姓说你能干第二任呢？”搞了半天，最后呢就问计于他的那个顾问布里辛斯基。布里辛斯基帮他想了半天说：“啊，我想了个办法啊，什么办法呢？我们跟中共建交啊，说不定可以冲洗。”怎么样冲洗呢？就是现在情势已经非常坏了啊，对不对？奄奄一息了嘛。现在跟中共建交，说不定你的这个民望，你这个民意调查呢，声望可以抬高，然后能够竞选连任。卡特很高兴了，好，那我们来试试看。中共的条件我刚刚说了，断交、废约、撤军三大条件摆在这里，那你干不干？卡特想一想，干。我还很少看到这么愚蠢的总统，坦白讲。台湾你怎么算呢？在你美国手上是一张大牌，钳制中共一张大牌，你用这张牌才能钳制中共，然后间接可以用中共去钳制苏联。你得想清楚这事情，而不是说把这张牌整个丢掉之后，中共就真的倒过来帮你全心全力对抗苏联，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你想清楚之后的这张牌是不能随便丢的，因为最后你跟中共要见真章的嘛。那卡特竟然说为了我的竞选连任什么等等，为了一己之私呢，我说好，我先把这张牌放掉。中共也大吃一惊啊，中共想说这么苛刻条件你都会接受，那你是上当了啦，很简单了。所以中共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得了，所以中共内部讲说那还有一个问题啊，那美国对台湾军售我们要不要一并提出来呢？邓小平说不要，先拿建交再说。先把建交拿下来，然后有了这个大帽子，慢慢回去扣美国，谅他差次难逃。所以当时军售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就是断交、废约、撤军三大条件。好，你美国同意呢，那么我们就跟你建交了。好，那么卡特就宣布说要跟台湾断交，然后跟这个中共建交了，然后三大条件全部都接受了，极大的影响了台湾的安全。当时台湾呢，已经退出联合国了，可当时我们真的是叫做风雨飘摇，说很多人当时逃出去了。台湾危险不说，卡特竞选连任失败，损人不利己。而这件事情呢，坦白说，对他竞选呢，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是扣分的。好，那现在对中共来说呢，捡了一大便宜。我空手套白狼嘛，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付出，然后平白就捡了一个美国的邦交，然后呢把台湾再逼到墙角去，那这个便宜我上哪去找？所以简单说，中共没有做任何的付出，甚至没有做任何的承诺，就算有点什么承诺，那东西事后是可改变的。消息传，美国国会大吃一惊，美国国会说你怎么糊涂成这个样子？但是国会里面有人说，跟中共建交不是坏事，不过这样子我们得保卫台湾，所以推出了台湾关系法嘛，台湾 Relations Act（TRA）， 那到今天为止还生效。所以美国后来讲说啊，台湾关系法稳定了台湾海峡啊，几十年等等，是，那是因为你前面犯的错误嘛，你后面去亡羊补牢把它弄出来的。这么说吧，这个卡特还真的是美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糊涂的总统，送了这么大张牌出去，而自己还没有什么感觉，这才真是奇怪的事情。就讲没有感觉，简单说，他也没有换到什么东西。最终的我们看的结果到目前走来，我讲大家看得很清楚。那当然了，大家就很好奇说，有了前面的2份公报，然后到1982雷根对老一辈像我这年纪的人，刚好是在看美国总统的时候，开始在关心国际政治，非常耳熟的。尤其他又是演员出身，很帅气，穿衣服都很啪哩啪哩这样子哦。所以1982年雷根又签了817公报，那这份公报就有开始这个把前面痛定思痛，或者重新再盘算美国的利益，然后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内容吗？没有没有，就讲起来很吊诡。他说起来，因为那个时候1979年不是美国跟中共建交了吗？然后这个后来就竞选了，卡特就选输了，雷根上来了。
雷根当时呢念兹在兹，就是怎么样平衡苏联的压力。我们前面不是讲说苏联的这个军备竞赛啦，这姿态越来越强啊，全球扩张啦，在这边打仗那边打仗啦，然后又在这个打了阿富汗战争，又打了安哥拉啦，然后又在什么地方又扩军啦，还有什么又这个全球演习，所以搞到美国压力非常大。那大家都非常苦恼，说怎么平衡苏联的压力？雷根就在这氛围下面去当选的。所以雷根非常反共，大家都知道。可是雷根呢，反苏共远远大于反中共。他不是不反中共，他反中共，但他说苏共的压力太大，迫在眉睫，所以必须解决苏共。那既然苏共压力远远大于中共，那中共那边我们可以放松一点点。好，所以苏联全球扩张，然后美国担心雷根处心积虑想要对付这个中共，想要对付苏共，这个情况呢被中共摸透了。中共非常厉害，中共当时主政是邓小平，他把雷根的情况完全摸透之后呢，他说那这样子，我们得利用这个事情。怎么利用这个事情呢？邓小平刚上台之后呢，不是跟华国锋的斗争吗？邓小平华国锋推出口号是我们搞这个南斯拉夫经验，搞这个大工业。邓小平的想法是我们搞农业，搞轻工业，搞民生工业。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啊。那当然细节很多，我就不详细讲了。但邓小平讲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回去改革开放的话，我们要推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和平的、安宁的国际环境。如果跟美国、跟苏联搞得那么紧张的话，那我们是没办法进行经济建设的。所以我们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呢，我得跟苏联改善关系。所以邓小平就发出讯号，跟苏联呢开始眉来眼去，然后双方开始就边界的这个问题呢开始谈。邓小平这招非常厉害，真是一石多鸟。一方面呢，我跟苏联在谈改善关系，那么要准备降低敌意。苏联也看明白我准备降低敌意了，所以苏联也慢慢降低他敌意。然后呢，我这个动作做出来之后，看在美国眼里面，美国担心了。美国担心说，苏联对我威胁很大，你中共跑去跟苏联降低敌意，那你对我的帮助不就变小了吗？所以美国开始担心说，中共会不会倒过去？然后邓小平呢，充分利用了雷根这种担心，做出姿态，实时的对这个苏联呢示好。然后雷根底下有人就开始看不清楚了啊，说会有问题等等。当时我就说不是这样子，我说邓小平玩的是快乐第三人策略，他就两边倒来倒去，他不会真倒过去，因为苏联对他威胁是真实的，他不会真的倒过去。可是美国那边没有想通，他们觉得说会倒过去，就是说服了雷根。雷根一担心之下呢，就上当了。那怎么上当呢？中共说那要你希望我不倒过去，对不对？可以啊，换呢，拿东西来换呢，拿什么来换呢？那军售，对台军售。上次我们建交公报讲了断交、废约、撤军，就你继续搞了个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军售，那这像什么话呢？我对你阿拉斯加军售可以吗？我对你夏威夷军售可以吗？那你对我台湾军售，那怎么可以说不通？所以我们得签个公报。雷根没办法签了817公报。所以817公报上面你去看文字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美国对台军售呢最终会停止，那么从现在开始要减少，怎么减呢？从质跟量两方面都维持在中美建交之后的水平，也就1979到1982水平，不会超过那个。那比方说，中共如果将来军力继续上升的话，美国也保持这种军售水平，那台湾就要远远落后了。所以雷根当时没有细想，他们当时真的想说，被中共给蒙到了。消息传出来呢，国会里面也头脑清楚，想通了。所以几个人连番累次的去见雷根，然后跟他讲清楚中共厉害，说你出卖台湾了。雷根本来还嘴硬，后来最后讲到最后呢，终于想通了。那怎么办呢？亡羊补牢。怎么亡羊补牢呢？就写了一个这个6大保证，这个就现在大家很熟的。这6大保证写出来之后呢，也透过李杰明呢传达给我们。那我们知道有这6大保证。那简单说就是公报是签了，但是呢，他对台湾的军售什么等等呢，那不会跟这个中共商量。但是公报上的文字跟质跟量的文字呢没有改动。那后来为什么改动呢？第一，天安门事变。天安门事变爆发之后呢，美国有理由说，那
你对你的老百姓都这个样子，那你对台湾将来也不见得会更好。所以这个我们得考虑我们以前说过的话。然后更致命的一集就是，当时我们不是几乎走投无路了吗？所以我们到处找，最后找到法国，跟法国谈妥了幻象飞机，去买幻象战机。好了，我们跟法国买幻象战机消息一传出来，国际这哗然不说呢，最哗然什么呢？美国的美国的这个军火公司。道格拉斯跟波音都讲说，我有很好的战机可以卖给台湾的。那现在你看这订单呢被法国拿走了，都是你们这个政府搞的。那所以怎么办呢？你想办法卖，跟台湾讲讲，我们要卖飞机给他。所以台湾一手拿到了法国飞机，一手呢跟美国谈 F-16，那就这样来的。所以当美国真正卖了 F-16给我们的时候，实质上这个817公报呢被架空了。所以中共现在呢耿耿于怀。这当然了，如果大家了解明老师刚刚提到3份公报的这些脉络，你会看到中共还是比较厉害，好像要的比较多。美国自诩这个还是一个强权，不过就这个从历任总统做这个公报的这3任的这些总统，看起来显然在许多判断上，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是有不足的。那难道拜登想要证明他比他们更清醒吗？所以要来签第4份公报来扳回一城吗？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你说前3份公报啊，第1份公报，你从美国角度来看哈，我就不从中国角度来看。从美国角度来看，第1份公报你希望跟中共关系正常化，然后用简单话说，就拉拢中共来对抗苏联啊，虽然里面细节还很复杂啊，这第一个想法。第2个想法是卡特出于私心，那想要说这个竞选连任。那第3个就是雷根担心这个苏联的压力，所以要进一步拉拢中共。但3份公报你看到就是，其实美国所得甚少啊，中共得到很多啊。你美国现在还没有想通，那现在我就要问的问题，就像我刚才一开头我就问我说，好，签第4份公报，那你美国想要什么呢？你这份公报你要达到的目标，你想要什么呢？你说清楚啊！你认为中共现在能给你什么？他现在还不能给的呢？必须要靠公报来给呢？中共要什么？我们很清楚啊。第一，明确停止军售嘛，刚刚不是说了吗？然后停止美台的官方来往，然后再来就是你停止要帮助台湾重回国际社会，这3件事情是我担心的，所以我要这东西。那么更具体来说就是。签下就是什么？废你的台湾关系法嘛，就是我真正要的东西。然后呢，让台湾呢真的彻底孤立无援。最后呢，我能够并吞台湾。好，那现在你美国要什么？你美国能跟中共要什么？这第一点。第二，你跟中共要的东西，就算要求了，中共能落实吗？中共跟英国签了50年不变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说香港50年不变啊，23年就变了，不到一半。你说那个太久了，那个而且是跟英国签了不算数。中共不是前2年才跟你签了这个贸易协定吗？他现在落实多少？是有武汉肺炎的困难，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除了那个之外，他有真的落实吗？有给你多买一些粮食什么的，为什么？因为他有这需要。反过来说，当他没有需要的时候，他还会给你落实这个贸易协定吗？他不是处心积虑想要修改贸易协定吗？所以说了半天，你觉得你能跟中国要些什么东西呢？坦白说，我现在看不出来。我看得见美国现在在这第4公报能跟中共要什么，除了对中共让步之外。这个当然让我们很担忧啊！这也是我觉得今天做这个题目，在谈到美中有可能的第4份公报，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必须要好好去关注，因为现在国内的很多的不管是什么公投开始延伸未来的选举罢免啦，或者补选，或者接下来9合1的县市首长选举，我很怕台湾没有好好的去注意到在美中国际发展的这些部分，那就透过节目当中好好来提醒大家。所以老师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总结给大家的建议吗？大概几点吧。第一就是这第4公报签出来之后呢，最起码就一定可以帮习近平连任了，是毫无疑问的了。第二就大家得看清楚哈，尤其美国得看清楚，这中共的神经战，就比看谁大胆，比谁的神经大条。用我们国际关系术语来说，叫战争边缘策略。我在台湾搞战争边缘策略，然后你觉得压力很大，就你希望我签个公报，希望说我不去打台湾，我承诺了，你会相信吗？好，那这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现在把那个乌克兰事情这个拉进来。国际事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单一的，国际事件是互相联动的。中共在这边威逼台海的时候呢，俄罗斯在那边威逼乌克兰，你美国怎么办？所以我们很早讲过，我说美国面临俄跟中的情况是面临一个犄角之势，你美国得想清楚我要怎么办。是我讲过，我说乌克兰丢掉，美国会难看会痛，但不会死。但台湾若丢掉的话，美国呢会难看会痛，可能会死。台湾自己当然要小心，要大声提醒美国，但美国得想清楚，你不用丢掉台湾，你光是签下第4公报，在台湾问题上面对中共做了一点让步，你声名扫地，你会全线溃败，你的溃败呢会远远严重过阿富汗撤军之败。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台湾的人呢，跟全球华人呢，真得大声疾呼，提醒美国说，千万不可以犯第4次错误。这非常重要，所以谢谢明老师针对美中未来有可能的第4份公报，在今天节目当中很完整的把它做了一个分析。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严肃、严重、重要的议题，当然欢迎把这一集的节目分享给更多关注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需要让更多人能理解啊。甚至我知道我们很多的观众也很支持，甚至透过我们这些翻译的一些软体，有一些英文的，甚至想分享给特别是美国的朋友、重要有影响的朋友，让他们了解，真的不要再做第4次的我们认为真的是不理想的这样的选择。最终，我想对于美国、对于台湾来说都不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那再次感谢明居正老师，谢谢，也感谢大家的收看。那也请大家持续来支持我们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谢谢大家。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